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那么还是继续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看图说话。时间过得很快，那么没想到这个看图说话今天就到了最后一课了，也就是第108课。那么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个我们在这里用的插图都是借用的这个师兄和师姐萤石陪你禅中说禅，他发表在知乎上的这个插图。禅师原文里面也有一些插图，但是并不多。那么我们为了用看图这种方式给大家做一个更简单的一个这个讲解的话，就偷懒儿借用了一下他的这个插图。所以说在这里强调一下，版权是他的。那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一课之后的话，我们就从下周开始可能就没有这个类似这种了。那么可能就是先做这个大的复盘，对吧？就是我们之前的这种一般的这种复盘，然后我也会再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内容，无论是禅师的原文呢，还是一些课后回复啊，我再这个找一下，或者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放到这个周末复盘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一课。108课，何谓底部？从月线看中期走势演变。2008年8月29号，这个为什么我们也是每次做复盘的时候都从大周期来看呢？因为大周期它能够看到很大的一个方向。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有意义的例子。2008年8月，这月 K 线基本走出来了，就是月 K 线走出来了。他说的是这个。月 K 线基本上就是一个，sorry 是后面这根线，后面这个月 K 线2008年8月，上面这是2008年7月。显然9月是否能够构造出底分型，关键是看这个区间2284到2952，其中2284点是绝对不能破的，一旦破了就马上宣告月底分型至少要到10月份才有戏，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顶底分型就是有3K 线就构成底分型，你只要学会了这个定义，如果说这个 K 线有包含处理的话，那么你经过包含处理之后，那么它就剩下3根 K 线，对吧？所以说在出现了2根的时候，那么下一个月你就要它就有一个区间，禅师这里主要讲的是这个区间。顶分型、底分型都有这么一个区间，3元素嘛，对吧？就是1、2，如果说有3的话，3根 K 线构成了一个区间。那么尤其是第一元素和第二元素构成这个区间。那么第3根 K 线是跌破第二元素的低点，还是说突破第一元素的高点，就会对这个区间造成一个破坏。那么，如果说往上走，那么这个底分型就形成了；往下走，说明这个底分型就没有形成，就变成了一个中继的，对吧？可能连中继都谈不上。所以说，利用大周期，你一旦有了一个区间之后，你就类似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操作。它为什么要做这个区间呢？其实就是一个区间震荡嘛，对吧？所以说，有了区间震荡，你就好操作了。这是第一章。我们再往下看，还是今天这几张插图都是第108课的，它只是不同周期的。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是月线的，现在来看那个是周线的。我们来看，当然，对于一般投资者，月线图太大了，因此可以看周线图。例如本周与上周比，到目前为止就是一个包含关系，对吧？他说的是在这里。那么 K 线我们把它给它画一下，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那么这是一个，这个上一个月的 K 线，然后本月的 K 线呢是这么一个 K 线，基本上就是2个十字星一个包含关系。因此，到下周是关键的能否构成底分型的日子，对吧？而真正要走出底部，还需要对2284到2601这个区间，也就是我再次看一下啊，它还是其实是出来了3根，我们把这里重新画一下，这是这个再上一周的 K 线，然后呢这个底分型，这个已经破了一个新低了，是这样，
然后这个是本周的一个 K 线，也就是本周是收了这么一个 K 线，是3根 K 线。那么这个 K 线如果说应该是还没收完，对吧？下周因为它有包含关系嘛，你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它其实就变成了这样一根 K 线。低点取低点，就2个 K 线包含关系处理的时候是低点取低点，高点取高点，所以就变成了这么一个 K 线。那么下一周的 K 线的话就是这样，对吧？那么它也有一个区间，就是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震荡区间，就是这个底分型的一个震荡区间，也就是他说的2601和2284，和2601这个区间，就是这个组成这个底分型这个区间。要真正走出底部，还需要对这个区间突破有效确认，对吧？你必须要把这个区间顶破，或者说跌破。也就是说，在中秋前要确认一个分型一以下的周线行情是不可能的，除非今天本周最后一天就能够突然突破2523，否则就绝对不可能了，对吧？那么2523是哪个点位呢？2523是这个。那么他说的是，其实是说这根 K 线，如果说因为这个 K 线虽然说是周线的周 K 线，但是如果说在周五这一天能够突破这个小高点的话，意味着这个图形就变成这样了。我们重新给画一下，它首先的3根 K 线是这样的，然后这是本周的 K 线，对吧？那么这个点位就是他说的那个2523。如果说本周能够突破这个2523的话，就变成这样了。那么突破了2523，其实就形成底分型了，因为它的这个最低在这里，对吧？这是它的这个这个底分型的区间，但是呢是第2元素、第3元素只要突破第2元素的高点，那么第3元素的低点还比第2元素的低点低，也就是说第2元素的低点一定是3个 K 线中最低的。那么只要第3元素的高点突破了第2元素的高点，也就是2523，意味着这个底分型就形成了。如果说它连第1元素的高点都突破了，那就是强底分，就是比较这个强势底分型。那么我们也说过，强底分型和弱底分型就这么个区别，就是这个第3元素的高点能不能够突破第1元素的高点，对吧？就这么点区别。那么对应性就是这个更容易形成一笔，那么这个有可能只是一个中继的，但是这个的一笔就是没有100%的对应性，只是一个大概率，就是概率更大一点。形成这个强底分，说明它的这个力度更强嘛，对吧？你这个当然是这个第3根 K 线，第3元素越强越好了，越强说明它上涨的动能越强，所以说对应的可能形成一笔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如果说它是这样一根 K 线，你第1元素和第3元素是这样，然后后面的话可能涨，只能涨到这个位置。其实这种形态是很多的，你只能涨到第1元素的高点这个位置，说明虽然说也形成了一笔，但是你这一笔非常非常弱呀，连这个第1元素的高点都不能突破，或者说刚刚突破第1元素低点，然后直接往下走。这种图形在这个实际图形里面是很多的，所以说这个强底分和弱底分，这个大家就知道它所对应的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一个日线的。刚才第2张图是周线的，第3张图就是日线的。从更短周期看，更短的日线看，目前无非就是在8月18号开始的那底分型引发的底部构造中，是否最终有效，就看2284到2455区间走势的演化了，对吧？我们看一下他说的这个区间在哪里，2254、2284就这么一个区间。那么你这个区间，看它，你把它延伸出来，后面的这个 K 线，这里虽然说是突破了，但是呢，然后随后的这些 K 线都被下来了，直到这里，然后又继续跌破了这个2284，说明这个区间构造失败，底分型构造失败，那就继续往下走，直到它重新构成新的这种区间突破，对吧？所以说，找到这个2根元素之后，
第一元素、第二元素之后，就看第三元素对它这个区间的一个破坏，是往上破坏还是往下破坏。在没有破坏之前，它可以在这里小周期里面可以做一个中枢震荡的。所以说你找到了这个这个底分型的元素之后，你就在底部磨的时候，你就要关注它，对吧？看它是不是要选方向，还是说只是一个中继的继续延续下跌。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第108课的第3章插图了。那我们的这个看图说话就到一阶段了。我们看下周，这个虽然说，本来昨天就是说这个周五啊，应该有这个那个非农数据出来，就业数据出来，但是因为美国这个政府还在关门中，所以说没有政府公布的数据。那么下周能不能够恢复的话也不知道。那么虽然说这里标出来是有这个 CPI 数据，但是不一定能出来。还是主要要看政府能不能够开门嘛。那么如果出来的话，这个 CPI 数据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好的，那么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标的分析。今天我们先别分析一下这个标普，然后呢还有这个 IREN，因为这个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有一些朋友问了这个，但是我们当时时间有限，没有分析到，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补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下周还有一些公司要出财报，虽然说这些公司这个不是大热门吧，但是呢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现在市场上等的最大的一个就是英伟达，但是英伟达财报还要等一周，就是11月19号盘后才出来，下周没它什么事儿，对吧？那么先看一下标普的标普月线，跟刚才我们这个跟禅师那个一样，对吧？包含关系，一个包含关系的 K 线。那么包含关系处理之后，就是这么一个 K 线。这个是在如果说我这里简单讲一下这个包含关系，对吧？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么如果说是这种包含关系，就是上升 K 线的一个包含关系处理的时候，高点是取高点，就是新 K 线的高点是取它们中高的这个位置，那么低的那个新 K 线的低点呢是取相对低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就是新 K 线包含处理之后的 K 线了。那么只要下一个月，因为现在看的是月线嘛，但是本月还有将近3周的一个交易日，那么现在是11月、12月，如果说出现这么一个 K 线，也就是第三元素跌破了第二元素，这是第一元素、第二元素。那么第三元素如果说跌破了第二，就包含处理之后的低点的话，那么这个顶分型就形成了，不是看包含处理之前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这是有一个区别的，一定是要把这个 K 线经过包含处理之后，我再比较这个那个位置。那么它的区间是哪儿呢？那就很清楚了，对吧？就是这个第二元素的高点和第一元素的低点，就构成了这个顶分型的区间，就看它是往上选还是往下选。好的，但是现在是包含关系，没有办法知道更多。我们看一下从3491上来的这个次级别。看次级别的目的就是看它的内部的这个上涨的这个过程中结构是不是很饱满。那么是不是饱满跟什么比较呢？就是跟我们的模型比较，大家对这个模型都应该非常熟悉了，是这个趋势的一个模型还是一个盘整的模型？区别就是那个中枢的个数，像这种是有2个中枢高低点没有接触的，那么就是一个趋势上。如果说只有一个中枢，或者说高低点有接触，那就变成了一个扩张的一个盘整中枢，对吧？所以说，趋势走势类型和盘整走势类型的区别，唯一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只有一个中枢，无论它是这个单一的一个，还是经过这个扩张之后的中枢，只要是一个的话，那它就是一个盘整走势类型。如果说高低点没接触，对吧？那么2个或2个以上，那就是趋势走势类型。不是说必须，不是说只能有2个，有3个也可以，4个、5个，在小周期里面可能比较多一些，超过2个的。但是在日线以上，超过2个的都不多，所以说2个之后就结束的可能性或概率比较高。这也是禅师他经过他的经验也好，或者说总结出来的，但是并不是100%对应的。尤其在小周期上，你去看这个外汇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大宗商品上，它延续性非常好的，可能走个4个、5个
8个9个的这个中枢都很多，尤其是级别特别小的那种。所以说在大周期上，比如说日线以上的，它超过2个的都不多的，3个的也有，但是都不多。那么针对这个标普的话，应该就是周线上已经有2个中枢了，然后本周又出现了顶分型了，对吧？那么我们通过刚才这个108课，我们能清晰的知道，这就是突破了第2元素低点了，那么就形成顶分型了。那么这个顶分型呢，而且还是一个强顶分型，看到没有？虽然说收线收在了这个第1元素的这个上面这个位置，但是并没有收回去，还是这个在第1元素的这个中间位置附近吧，就是偏强吧。这个顶分型算偏强的，不是那种最糟糕的。最糟糕的就是这种直接收在最低点，它基本上是收在了这个第1元素的中间的这么个位置，对吧？收在了这么个位置，所以说还不算太糟糕。因为还是有一些，之所以说不算太糟糕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下影线，这个下影线代表的就是这个反抗、一个抵抗、一个多头的一个这个买盘，对吧？才会出现下影线。如果说收成一个这种十字星的，就说明这个往上突被砸下来了，往下突被收回来了，被买回来了，说明这个多空力量的一个平衡，对吧？你通过上下影线，你就能知道现在这个多头和一个空头的一个争夺。比如说它的这个前面这个元素，那前面这个 K 线就收成了一个十字星的，说明这个往上冲的时候，说明那个有人去做空啊，或者说那些获利盘觉得这个走的比较高了，然后开始卖，对吧？说明卖盘卖压比较大。所以说通过简单的 K 线，你就能够知道现在这个多空是处于一个什么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周的顶分型也出现了，我们之前在周5直播的时候说了，前面也尝试出现过这个周顶分型，对吧？但是都变成中继的了。那么我们要关注这个强的周顶分型能不能够回来。因为它要回来的话，即使到最浅的0.382的话，都是8%以上的一个回撤，这个回撤相对还是比较大的，或者说不到不到0.382，然后直接反弹一下，那么比如说给你一个5%的回撤，回不到这个最后这个中枢，也是周3买，但是指数如果说5%的回撤，那个股可能就10%、20%去了，对吧？所以这个回撤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风险了，就是说形成顶分型之后是中继的顶分型。还是说能够延续除以比的这顶分型，这就是我们需要相对要谨慎一点关注的这段的这个原因。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它的次级别就是日线，这个结构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它有2种方法可以看，一呢是看日线的，日线的话就是一个进入段，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一个离开，然后这个离开和进入我们还比较过这个力度，我们现在再次看一下。它是在0.18这里没到等比例，等比例在是7076，它没到等比例之前就已经回撤够一笔了，看到没有？这是0.618，等比例在7076，所以说它是背驰的，也就是这个离开段弱了，跟这个进入段比较是弱的，那么它是出现了回落，而且回落也够一笔了，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现在只关注6962右侧这一段，为什么只关注呢？就看它这段的生长。看6962延续出来这一笔的生长状态，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这儿拉一个黄金分割。就是说，在日线上，从这个起涨点，它的回落都没到0.382呢，非常浅，非常非常浅。所以说，即使回落够一笔了，比如说砸到0.382，甚至是0.5、0.618，但是针对日线上这个中枢都没有回来，那也就是说还是3买，还要起来这一笔。至于这一笔是强反弹，就是非常强势的那个反弹，还是说一个弱反弹，这个不知道，但是肯定是要给一笔的，因为这一笔结束，下跌结束了，因为股票嘛，就是这个你下跌结束之后只能涨，或者说你在这里横着也行，就一直横着也行，你就是要么涨，要么跌，要不横，就3种情况，它没有别的。如果但是前提是我要确认这一笔结束，对吧？只有这一笔确认结束了，我才能够有新的一笔生成。所以说都是在生死转换之中，前一笔死亡，新的一笔生成。你只要能够判断出来，这个前一笔要结束了或接近结束，你能够在它新的一笔要生成还未生成的时候介入，那你岂不是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了？
最有利的位置了吗？对吧？什么情况能可能结束呢？任何一个结束都要有顶底分型啊，对吧？我们的双触发什么原因，什么原理？就是说，只有出现底分型才可能结束，你没有底分型，它不可能结束，它会一直延续，直到出现底分型，对吧？所以说，没有底分型之前，我可以都不看你，因为它可以即使一个，比如说这个弹一下，或者说给你一个包含关系，还是没有出现底分型，我不看你，哎，直到你出现底分型了，我才关注你。但是呢，出现底分型，你还要关注这一段下跌的内部。内部如果说它不背驰的这种，甚至是只是一个1、2、3的时候，那么这个4的反弹，这个4的反弹只是造成了这个底分型，那么它完全可以继续跌一下，也就是说把这个底分型砸掉之后，再次出现一个新的底分型，那么第二个底分型才有可能更大几率的是一个真正的底分型，然后从这里构造出一笔来，对吧？所以一定是两个，首先要关注日线上有没有底分型，然后我还要关注这个回落这一笔的内部结构双触发，第二个触发的时候我才可能要进场下单了。第一个触发只是触发我来关注，我来观察它。你没有第一个触发的时候，我都看都不用看它，对吧？所以说你这样有这个调理之后，先有第一步，再有第二步，然后两步都成熟了，我才进场。那么在没有那个达到我的触发条件的时候，我就等待在场外关注它。我们这个方法可以用到更多周期里面。如果说你看的周期比较小，15分钟了、5分钟或者1分钟的，都是一样的方法，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步这个关注这个6920右侧的，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1小时上。那么这个我们在周5直播的时候已经说过，当时这个3是不背驰的，它跌破了等比例6672，也就是这3段，这个3当时跟1不背驰。我当时说了，如果它不背驰，它说明这个空头的动能没有衰竭，对吧？你去抢这个反弹的话，如果说它只是一个弱反弹，碰不到，要关注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6763，碰不到它的话，那还要回来一次，做一个1、2、3、4、5。那么5可以跌破前面的6631，也可以不跌破，不跌破就是2买，跌破的话就是1买，这个位置是更好的一个，因为就这个调整的结构更充分的一个进场做多的位置。但是周5这个反弹的话，目前看还挺强的。现在这个反弹已经够一笔了，而且还要拉回到这个等比例之上了。那么立刻要面对两个均线，200均和120均。200均刚好在这个6763下面，对吧？就看下周是顶到这个位置上有没有这个力量往上突。没有力量往上突，有可能是出现一个高开低走。比如说周一开盘就是一个高开，哎，完后它慢慢往下调，对吧？出现了一个1、2、3、4、5，等到这个5的时候，这个第5段的时候，大家可以大胆一点的往里进了，对吧？因为它这个调整已经相对前面比这个1、2、3更充分一点，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是做第5段，要么是跌破它，要么是不跌破它，要么是做2买，要么做1买。但是如果说这个5跌的1、2、3、4、5不背驰，也就是5跟3比较。不背驰的话，那你又要继续等了，因为不背驰的话，说明动能没有下跌，动能没有被消化，还可以出现6和7。那么要做的是7，如果是7再不背驰，那可能8和9，对吧？就这样的一段一段的。那么有同学、有朋友当时问我，怎么能够在当下就判断是一个3段还是一个5段还是一个7段呢？没有办法，你只能一段一段跟。我到了第3段的时候，我就要跟踪它3和1背不背驰。如果不背驰，那就有可能出5。到了第5段的时候，背不背驰？不背驰的话，就可能出7。都是在当下这段出来的时候，我才去分析它，才去比较它，对吧？我不可能预先就知道这个下跌是一个5段的还是一个7段的，这个都是预测呀，没有人能够预测的，它都是一段一段走出来的。所以说，你只要知道不背驰，那就可以继续跌；背驰了，你就要看它反弹的力度。对吧？那还要看这个反弹的能不能够碰到这个，碰不到就有5。如果说碰到了它的话，那就说明这里要做中枢了。2次反弹做中枢。如果说这个反弹做这个中枢，或者说这个反弹不够强，做中枢还可以继续跌，甚至这样下来也是一个2买。什么是可以走直接那个逆转呢？就是这段特别强，一个微转，甚至把前面这个高点突破了，不但突破这个区间，
而且把这个最高点6962突破了，说明直接就是一个微转了，对吧？如果说哎这个也很强，到这儿了，离这个最高点很近，并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那也不过就是在这里做中枢而已。就是说这一段的这个强一点，那还是做中枢，说明它做了一个扩张型的中枢，还可以往下走，对吧？所以说万变不离其宗，你只要能掌握到这个它整体的这个变化，能够推演出来，利用我们的这个完全分类，不测而测，那你怎么变啊都无关，我没有关系啊。你这个只要没有力度了，我就卖一卖；内部有结构了，我就卖一卖；然后下来了又这个衰竭了，我再买一买，就是一段一段吃，就是一个缠论是一个最好的分段交易的一个方法。你只要选好了你的交易周期，周期不能太小，你周期如果太小的话，你就忙于应对；周期相对大一点，1小时以上，对吧？这样的话，你就可能一天可能看个，也不用天天盯着。那这个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制定的。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看一下其他这个，首先看一下之前周五直播的时候大家问的这个 IREN，这也是一个非常火的，最近非常火的一个这个基本面，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票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把这个我之前做的这个图形给它。哦，这个它是之前是一个挖矿的这么一家公司，对吧？然后那个呃转型了，转成一个提供能源呢，或者提供这个算力的这么一家公司。我也看过一些新闻，好像有一些大的机构是在这个位置开始建仓的。然后当然了，后来是一波波拉起来。那么它现在图形上、月线上是这么一个1、2、3段，就现在是在这个第三段里面，对吧？那么第三段里面的话，现在明显是不背驰的。目测我们也知道这个1、2、3是不背驰的。那么三就看它是不是要继续延伸。现在月线上还没有顶纹形，虽然说本月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回撤的，但是月线上还没有顶纹形。我们看一下次级别，周线上还是一笔，从这个5.23上来还是一笔。日线上有结构了5.23，然后下面有一个中枢，日线上这是大 A 中枢，大 A 中枢之后，我们看它走的非常强，1、2、3、4、5，走了一个五浪啊，而且这个76.87刚好又打了一个高点。就这个的回落的时候，如果说你在当时盯着这个能跟踪下来的话，这个300是非常强的。你发现没有？这个300之后，直接涨了，基本上从十几块钱涨到了70多，对吧？非常强走的。所以说这个300还是非常牛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跟踪它的话，你即使跟踪它，你也不一定拿得住，因为它这涨得太快了。所以说，如果说仓位又不够大的话，那可能吃不到这么大的利润。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丰厚的一个利润。那么现在它是一个什么结构？一个 A 中枢已经出来了，现在开始在做 B 中枢了。那么它在财报之后，这是earning 的话是比预期的要强一些，但是这个 revenue 还是比预期的要低，对吧？虽然说盈利，但是并没有那么多。那么这是它现在一个状况。那么现在就是在周线上已经出现第二个中枢的这个影子了，因为顶分型也出来了，现在已经有3根 K 线了。去看下周，你看这个背驰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第5段的一个背驰，我们之前是分析过，在财报之前是分析过这个的。那么它这个第5段的背驰现在是看是非常明显的，对吧？MACD 跟一比较出高点了，但是 MACD 非常弱，柱子的面积、高度，这都是双背驰，很明显。这个用马后炮或者复盘，你一看是非常清楚，但是你在当下，在这个位置，就这段上去弱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减仓，能不能够出得来，这个是考功夫的。然后现在就是看它这里这个回落这一笔是不是要跌破这个，它跌破这个也没有关系，就是形成一个扩张的嘛，对吧？扩张之后它还是就是扩张之后，其实就是它这个中枢的震荡区间大了，那么它操作起来是难的，那就可能波动起来这个范围是大的，对吧？但是不管怎样，它都是要在这里震出中枢来，或者说你如果说从这里断开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走一个5段，相当于前面这里是一个周线上的一个大的一笔，然后右侧走出来周线上回落的一笔也可以，因为但是它首先要有这2段，然后第三段一定要非常强的往下走才可以，对吧？在这一段没出来之前的话，你不能说这个里面这个中枢
是不存在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先构造出中枢之后我们再看，但是这个要回来的话22%，还有2%的空间到下面这个低点的位置，看它如何构造。所以这个现在是处于一个要下跌回落的这个构造过程中，也就是说构造第三笔的过程中，那你说你是做多呀，还是做空啊，还是要减仓啊，对吧？这不是很明了的事儿吗？所以说要注意一下这个回落的一个风险。好的，我们再看这个 CRWB，这也是一个非常在散户里面非常热门的一个，对吧？也是英伟达直接投资的这么一家公司。英伟达的说是大家开玩笑说英伟达的亲儿子，对吧？也是做数据中心的，呃，也是起来一波，之前是33涨到187。那么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周线上现在结构其实很简单，一个是一笔上去之后，然后现在其实构成了一个周线中枢了。现在周线上回落这一笔呢，是已经有5根 K 线了，已经有5根，但是其中有2根包含关系，但是不影响。我们现在先把它看成一笔，对吧？看成一笔之后，看它也是，就是这个中枢是不是要跌破这个位置？无论怎么跌的话，你只要不跌得很猛的话都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也是第三笔构造过程中，周线的第三笔构造过程中，我们看一下它什么时候出财报。11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下周一盘后要出财报了，所以说，你手里有这个票的话，要注意一下了。那么下周一盘后，或者下周一盘前，或者下周一交易的时候，你看它现在这个周线上的这个已经成那个一笔的可能了，然后日线上有3段，我们先比较一下这3段。哎，刚好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这是102，102是这个102.6，102.76是这个等比例。102.76是等比例，正好周五挂在这里了，看到没有？为什么挂在这儿了？等比例嘛。但是它这个张口张得太大，就是这段第三段的动能太强了，下跌的。我们再关注一下它的第三段。如果说你周一的话直接跌破了这个106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一点。它这里如果不被持的话，可能要这么走了，对吧？可能它继续往下延伸，那就不知道到哪儿了。如果说周一能够那个呃出一个底分型的话，那有可能要先抬一笔，然后看它是不是要再这样走一个12345，12345，对吧？可能是这样。但是不论怎样，它这个是处在一个选择方向的一个位置。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一笔1小时，那么这一笔我也已经画出来了，这是起跌点1234566，已经走了6段了。那么如果说这里能够出现断开的话，就是一个12345，一个5浪下跌，然后这里看看能不能够起来。所以说呀，周一这一小段先关注的就是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112.18。从现在的这个价格，周五收盘价到这个还有7.8%，这个空间还是有点大。所以说它周一盘后还真不好说，周一盘后最好是能在102之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小周期上有没有什么呃区间呢？看一下5分钟上，这个最低点在这里，5分钟上走了一个这么一个结构，还挺规整，这个走得很规矩，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最好是能在周一的盘中的时候给一个3买，然后出财报，有可能往上走。但如果说周一收盘是在这个这个小5分钟的小区间下面的话，那你就要注意点了，有可能要往下砸。最偏弱的话，当然就是在这个中枢里面，就可上可下，对吧？所以说还是要看周一的收盘的时候能不能够出现一个3买，或者说出现一个3卖。那么这2种就是它就要选方向了，可以利用这个5分钟这个小中枢来做一下判断。但整体来讲，如果说赌财报的话，那你要赌单边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即使能够业绩比如说非常好，财报非常好，但是展望差的话，那也是会无法预料它的涨跌的。我们再看一个 RGTI，这个是啥呢？就是也是11月10号下周一盘后，这是量子计算现在最近一段挺火的这么一些股票，对吧？也是要出财报的。我们简单看一下。但是呢，量子计算现在是处于整个行业，它是处于一个初始阶段。
还没有出现什么龙头，这比较特别强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是简单看一下现在关注度比较高的吧，算是这个就是这个 RGTI。那么它的周期上，我们看，这个周线上下面有一个大中枢，然后这里出现了第二次，对吧？但是呢，这个其实是勉强当成一个中枢来。为什么说勉强呢？因为它这个低点，这一笔的回落的低点在这里，它这个的回落我是这么画的，当成一个中枢，它这个最低点并没有破坏前面这个。如果说你不当成这个的话，但这个中枢只是一个次级别的，所以说，就看你怎么来那个选取。但无论怎么选，起涨点都在这里，都在10.03，也就是这一笔现在我没有办法说它上涨结束。虽然说它已经出现了4周的一个回落了，但是4周的一个回落也没有，也不代表回落一笔啊，也可以是一个中距的，也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说你要两个方向都要看，一是要看10.3的上涨，二要看是下跌，就看它怎么选。那么再看一下日线上10.03，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10.03。10.03在日线上一个中枢有了，那么现在就看这个，其实看日线的第二个中枢已经有雏形了，对吧？现在已经有3笔了，但是这3笔也不构成周线上的一个回落。现在就看这个第3笔，因为它是周一的盘后出财报，然后现在也是3段，而且是有背驰的迹象。我们先比较一下，没到零等比例，等比例在20.51，对吧？如果说要砸到等比例的话，将近40%的一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说这里能够背驰，也回落也够一笔了，然后这个 MACD 能够收平的话，能够起来，就是说弹一次再下来，对你那个手里有这个票的人或者被套的人，起码有一个机会让你减仓啊。所以说，一旦这个反弹突破不了这个区间，那你就要小心一点，它还要往下走。就是有反弹先减一减，对吧？到了前面这个，那这个空间也很大。周五的收盘价30%以上的空间呢。那么如果说开盘10%，然后在后面几天，如果说只是到这个前高44.5附近的话，你要知道它只是在做一个反向中枢，然后可以往下走。但是它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有能力就做，没有能力的话就旁边搬个小板凳看戏就好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可上可下的一个选，但是空间都比较大，上面30%，下面40%。所以，这种票虽然说波动，虽然说有这个概念炒作，但是波动是非常大的。这是这个 RGTI。再看这个Disney，迪士尼的话也是，11月13号下周四的盘前出财报，这也是我们很少关注它，但是有朋友之前在频道里面是问过它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明显，它现在处于一个大区间震荡，看到没有？现在看的是月线上。那么这里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间，在一个区间震荡。那么区间震荡没方向选择，但是呢，我再提高一个区间，现在看的周期是3M，也就是季线图。那么季线图上下面有一个季度的大中枢，然后这个的回落从202.03跌到78.73，反而构成了这个季度大中枢的300，也就出现了一个季度300。然后呢，这个反弹刚好也够一笔喽。124.69从78.73反弹到这个价格，刚好构成了这一笔反弹。但现在看这个反弹是非常弱的，刚好是到0.382附近，对吧？126.21是0.382，还没到这个位置。但是呢，这个起码变成了3买转2卖的一个潜在模型。我们知道3买之后，并不代表一定要突破前面的高点，也可以是3买转2卖。但是呢，这一段要结束，所以说最终要还是回到这个区间里面来了。这个区间能不能够结束，看它那个 MACD 也是在这个0轴下面。如果说这个财报也好，或者什么其他刺激好的话，能够掉头往上走，哎，那就看它上面这2个压力位140、155或者160，对吧？甚至能够突破155的话，那就直接微转也可以，因为这是一个3买嘛，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说现在还挺微妙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现在这个月线上有这么一个区间，然后看一下裸 K，也是在这个200月和120月2个大的均线之间，看到没有？也是在这么一个区间震荡，也是一个选方向，等待选方向的一个情况。然后再看一下周线上，哎，周线上有点意思在哪儿呢？就是
这一波的回落呀，非常的这个抵抗性非常强，就是说没有前面这里的，你看它这一段前面这段的回落的时候，都非常的这个坚决，发现没有？你一比较的话，就能比较出来动能下跌的动能明显强，就前面这两段的下跌动能明显强，到这儿了的话，它就下跌的动能不够强，而且这个还有一个中轨，这个中轨是月线那个大中轨，那么120月还在这儿呢，看到没有？我们再次看一下裸 K。120月和200月刚好交织在104附近，而且这个现在基本上就非常缓慢的一个下跌，这是这个周线上，现在也只不过就形成了一笔，而且它是在这个中轨之上偏强。再看最后这一段的日线，哎，日线上又有结构了，这是进入段，然后构成中枢，然后给了一个小三脉，现在这个又出现一个这个下跌一段，就是已经1、2、3段了。那么又到了这个财报，10月13号周四的盘前，周四盘前，它可能是前3天先走一走，在这里再磨一磨，甚至再跌破前面这个低点108.51的话，那你就小心，或者说要注意了。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盘整背驰，这样是不是 MACD 也是趴在0轴这里，都是在选方向。所以说，这个如果说真能够出现一个好消息往上走的话，那可能直接就突破前面那个124，因为这所有的这些磨，这个等待，或者说从前面这里吧，应该从这里，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个财报了，就这段的这个等待都是在等待财报的，或者说其他消息面的一个刺激，直接就突破这个。我们看一下空间。直接突破这个区间的话，8%；直接突破前高的话，就是前面这个小高点12%，对吧？如果说真到了往下走，中轨这个位置的话，8%，上下10%左右的一个空间，对这个迪士尼，如果说真的要把这个大缺口补上，那可能他这个公司这个财报也好，或者消息面都特别差，才会去补这个缺口。所以说，只要这个缺口不补，那基本上还是要往上走。所以说，我不知道是基本面会出现什么那个，但是目前看是有人在这里，它明显支撑动能很强，个人倾向它是往上走。这是这个 Disney，然后再看这个 AMAT，这也是一个跟芯片相关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它是跟这个半导体啊，还有它是可能做一些显示屏的一些这个设备的，所以说也是受益于这个 AI 这波吧。那么它的这个周期也是，图形上有意思的就是它这个下面有个非常大的周期，现在看的是月线，下面有一个大的这个中枢，但是它这个中枢是超过9段的升级的，那么这个大中枢，你看它这个底子盘的时间特别广啊，特别长。这是在1999年，也就是2000年泡沫的时候上冲了一波，然后就开始盘，一直到盘到了2015年呢，15年的一个空间呢，15年做了一个大底，然后起来，非常牛。然后呢，这里还出现了一次回落，sorry，这个2次的回落还构成了下面这个大中枢的3买，也就是说，这个123.74反而构成了下面这个大中枢的3买，2次回落构成3买。那么这个3买之后，我们看是要再次突破前面的258，还是说要拉回来，甚至是拉不回来，构成这个小中枢的3买，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说现在就是关注123.74到这个最高点，到这个242.5的这段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可以回落了，还是说可以继续延续？那么周线上特别有意思，从123.74三段123，哎，第3段刚好到了231.84，也就是等比例，第3段刚好跟第1段的空间相等了，现在又到了这个财报11月13号下周四盘后，对吧？所以说他们到了这个位置不往前走，就是机构也好，或者说这些大的家伙就知道要出事件了，等待这个驱动呢，对吧？他们也知道这个位置很关键，然后又到了一个时间点，所以说为什么停在这儿的原因。那么现在周顶分已经出来了，又到了这个关键的位置，就要选方向了。但是呢，并不代表说到了这个位置就一定往下回落，它也可以继续突破这个位置不背驰的，对不对？所以说要看一下这段内部日线上，从这个154.47起涨的话，哎，1、2、3段已经出来了，现在回落这一笔也构成了，那又到了这个财报的话，就看它是不是
要选了，对吧？可以说跌破，这里其实是可以画这么一个类中枢的，或者说这个站定在这里，因为它这个回落这一笔还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它可以继续往下延续，那么这个区间就变成在这里了。所以说就是前面这个低点216这个216.07这个低点，那么如果说要跌破这个的话，5%，对吧？空间不大，但是如果说真的往下走，那你可能要从前面这个周线上去测这个回拉的这个空间，从这个起涨点，那可能要去208、198、200附近吧。如果说真往下砸的话，到0.382%，8%，到这个0.5的话是13%，对吧？也就是200附近，可能我觉得，如果说真要往下砸的话，砸到200反而是一个很好的进场做多的位置，因为这里其实做一个中枢之后，可以在周线上继续往上涨，这是回落。那么上涨的话就是，那么周一周二周三，因为它是周四盘后吧，对，周四盘后，所以周一、周二、周三，甚至是周四盘中的话，它可以，当然也可以直接4天就先突破这个，那就等待选方向嘛，因为它强啊，一直是一个在日线的 MACD 都在0轴以上，它完全是这个前4天直接再次突破这个也可以，就看它是一个选择，前4天是直接突破到等待这儿等待方向，还是说就横在这里？这个目前不知道，可以关注一下这4天之后的这个走向。这是针对这个 AMAT，然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简单再看一下这个英伟达，因为英伟达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英伟达现在的日线，因为它财报还比较远呢，11月19号，对吧？那么但是英伟达现在日线上已经有这么一个在周五的这个回落呀，刚好回到中枢震荡里面来了，又回到了前面这个区间。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1、2、3、4、5、6、7、8、9，刚好是9段了，这个区间已经有9段升级了。9段升级之后，我们要看这个能不能够升级之后快速往上拉，离开它，对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可能就是，如果说从212.19断开的话，就是说从86.62上涨，这里周线上是一笔结束了，那么这里弹一次，可以继续往下走，这样走，对吧？如果说在这个财报之前，它先往上拉一拉，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比如说它只能够突破到这个199.48，也就是200以下的话，那你要注意是不是到这里跳台，大跳台要跳水，因为它可以从这里断开的，因为它周线上已经形成了这个周的顶分型了，周的顶分型已经搭建了。如果说日线上给一个二脉，直接往下走也可以，对吧？如果说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要注意，因为周线上有这么一个大中枢呢。回来的话，如果说给一笔回来的话，那就要关注针对这个中枢是不是要能形成300，还可以再上。回来不是什么坏事儿，你也可以从现在从这个位置测一下，对吧？所以说，到了这些位置的话，只要不回来都是300。但最差的当然就跌破这个134.59了，直接拉回到这个中枢来，拉回到中枢只不过就是周线这个大中枢震荡，对吧？最坏当然是跌破这个中枢，现在还不知道，需要慢慢跟。所以说就是在财报之前就看它是要先往上冲一下，甚至是直接再打高点，因为是9段了嘛，也可以的，对吧？如果说以这种强度往上走的话，那就牛了，它可以在上面再演变出来一个大的9段升级的中枢，然后再结束整个里边上涨。就看它现在是需要跟踪它，因为可能要出现变化的一个期间了。然后最后再看一下这个 Palantir，为什么要看一下它呢？因为最近它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那个电影《Big Short》大空头原型，Michael Burry，做空了这个 Palantir 和这个英伟达，但是仓位比较大的就是这个 Palantir，但是他做空的时候是应该9月底的时候是报的这个13F 的这个报告，对吧？9月底我们看一下在哪儿，这是9月29，9月30号在这里，我们把这个9月30号给它标出来。比如说这个位置是他报的这个13F，是在这个位置他做空了这个 Palantir，但是做空之后
我们不知道它有没有，比如说这段下跌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10%的空间，对吧？这个10%的空间，它有没有 cover 这个它的那个做空的这个期权？这个不知道，因为它最后一次报告给这个 SEC 就是9月30号。那么这10%，他说我看不上的话，那就要承受后面的这个上涨了。我们再看这个上涨，从他买的这个9月30号或者最后这一天，又上涨了16%，也不知道他这个16%能不能扛得住，对吧？因为他买的仓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因为他的名气，因为这个电影的原因比较大嘛，然后大家都说有泡沫，都知道有泡沫，或者说都知道这个估值高了，但是估值高了，为什么还那么多人这个往里买、往里进呢？这个的机构里面的机构多了去了。你就一个说句不好听的，这个 McBurry 那点仓位根本不值当什么，对吧？他只是他名气比较大，他认为有空，可能很多人都认为有泡沫，但是可能没有他那个胆量吧，去公开的这么去做空这么一个大的热门股。但是他之后有没有 cover 它，或者说获利之后了结，但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公布出来，对吧？所以说，但是图形上其实结构很简单，现在周线上我们之前说过，下面周线有一个大中枢，然后这是一个1、2、3、4、5第五浪，对吧？肯定是不能往里追的，因为是一个周线第五段。那么周线上又因为这个财报的原因，现在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落，然后现在周线上也是一个包含关系的一个这个 K 线，看一下这个第五段周线第五段的一个演变，从这个66.12，1、2、3、4走出一个这个，然后五没有那个突破这个，然后回来之后构成中枢了。现在从这个207下来之后，又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看到没有？周五的这个最低价刚好是踩到了这个中枢下沿附近，对吧？就是中枢震荡。现在没有出现三买或三卖之前，还是一个中枢震荡。它财报其实非常好的，看到没有？这个 earning 和这个 revenue，虽然说这个股价里面可能不论你去看它的 PE 啊，还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指标，可能是这个比较夸张的，但是人家这个这两个数字或者比预期的都要强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对吧？所以说你说它就要有从177直接砸到70以下，或者说砸到多少多少以下，你得有实际的泡沫或者实际的那个证据啊。不能说你觉得有泡沫，或者说你觉得它估值高了，你就去做空的。那这个股市里面，你如果说力量非常，即使说你别说 Michael Burry 了，你就是巴菲特过来，你都不一定能够那个把它砸下来。真的是实际它的基本面出现基本性的根本性的变化的时候，才有可能破裂。所以说呀，不要去在意某一个大鳄呀，什么基金它在做空某一只股票，因为有做多的就有做空的，有做空的就有做多的，对吧？它只要它的力量不能够扭转，因为它的力量不足以控制，因为它盘子现在相对的已经很大了，它一个机构根本控制不了的，它只能说，也有可能别人利用这个来挤空它都有可能，所以说这都不是说不一定是好事儿。而且，Michael Burry 在标普，我记得当时他在6月份的时候，2025年6月份的时候，还是说在年初的时候，就6000点附近的时候去做空过这个标普的，也是仓位比较大，但是确实是他这段可能看空，确实有一段下跌，但是这个下跌我们看当时应该有20%的一个空间，20%，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应该也是获利出来的。那他一般是做的比较早，就看空看的比较早，他需要忍受一段这个震荡期，然后可能才会出现回落，像这段，对吧？但是你有这个能力，能够承受住这个压力的话，也没有问题。很多人是觉得，哎呀，这个有泡沫了，然后很早就去空它，然后仓位又比较大，但是你又忍受不了这个震荡，那就不行了。像这个 McBurry 这种抗压能力非常强的人，那人家赚钱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他做空了，你就觉得这个股票就完了，对吧？图形上起码没有表现出来，现在还是在这个最后这个中枢在震荡，没有出现三买或者没有出现三卖之前，它都不能够脱离这个中枢的一个引力吸引。好的，那么的话，今天分析的标的还是比较多的，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